少东家，现在除了我们和沈家，泾阳又有7、8家富商也搭建了粥棚，再加上官府每日发放的口粮，灾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3餐不济了，街面上也比从前安定多了。那我们明日还是继续施粥。施粥得继续，但是施粥呢，只能解一时之困。以长远来说，要是让这些灾民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，成为县民，那就适得其反。少东家所虑极是，所谓死水怕烧药，我们不能养他们一辈子呀。我们吴家东院在北纵山脚有50亩地，一直都荒着，我打算把它拿出来，无偿给灾民耕种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。没错，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心定下来才算真正的安定。那我现在就去灾民中间问一问，有愿意耕种的，我先登记下来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老爷叫你去花厅问话。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。行，我知道。没事，我去就回来啊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也不知道老爷会怎么责罚少东家。少东家违背老爷的命令，这在家规里面可是重罪。会不会动用家法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？你去看看。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我就是不忍心啊。叫你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你偏要做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啊！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？来人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一错再错，那就休怪我吴家东院无情了。来人，拿纸笔。爹，拿纸笔干什么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写休书吧你。爹不能，周英，快给爹认错，快！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，
但施粥济贫，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。你目无尊长，不守妇道，不思悔改，无法无天，你还敢说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写吧。你知道休书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院呗。那你还吴斌，你还啰嗦什么？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？爹？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留下来。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院多么稀罕。是，你们是有钱，但为富不仁，我也瞧不上。给我轰出去！不用你轰，我自己走。少奶奶，小，哎，您找我？前2天在院子里，我给了您个小包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包袱呢？在我房里收着呢。帮我拿来。爹骂我个几句，打我几下，也就过去了，何苦要跳出来呢？施粥这事儿，本来就有我一份。但你也没必要和他争执。现在事情闹大了，他逼着我，非要休了你。没事儿，休就休呗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我就这么不堪，让你宁可被休，也不愿意留下来？少奶奶，你的包袱。你早就想走？是，我早就想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走了，对所有人都好，既能成全你和胡咏梅，东院也能回归清静，我自己也能落得自由自在。我和胡咏梅？那天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，我都听到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说，你们俩很相爱，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。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听到你说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不起他。
还有你爹。秋影，如果我没有昏迷，如果胡家没有悔婚，那我娶了胡永梅，也就娶了，我这辈子也就那样了。可是现在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管爹说什么，娘说什么。